时序进入3月，2026年已经悄悄走过了2个月。我想温柔地邀请你一起回顾一下，还记得跨年夜那天，你在心里许下的那些新年新目标吗？他们现在是变成了你每天的日常，还是又一次被静静地搁置在行事历的角落？看着年初买了却只穿过2次的跑鞋，或是网络上买了却连账号都还没登录过的线上课程，你的心里是不是又升起了一股熟悉的自责感？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们总习惯在夜深人静时暗暗骂自己，为什么我总是只有3分钟热度？我就是缺乏意志力，我可能永远都无法变成理想中的样子了。如果你现在正被这种挫败感给包围，请跟着我先做一个深深的呼吸，然后把这些指责自己的声音轻轻地按一下暂停。今天我们不谈激励大会上的那些口号，也不要你继续用意志力去逼迫自己。我想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告诉你一个关于大脑的秘密。你的目标停滞真的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也不是因为你天生懒惰缺乏意志力，这一切其实都是人类生理机制的正常运作。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明，人类的大脑有一套内建的最高指导原则，叫做节能模式。为了确保我们在远古时代那个食物极度匮乏的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，大脑天生就喜欢熟悉、安稳、可以预测的事物，并且极度排斥任何会消耗过多能量的新改变。在我们的大脑深处，有一个掌管生存与恐惧的区域，叫做杏仁核。当你设定了一个宏大的目标，比如我从今天开始每天都要去健身房重训1个小时，我每个月要逼自己存下1半的薪水不能乱花，你的大脑理智上知道这是好事，但你的杏仁核接收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信号。他会觉得，天啊，这个新行为太耗能，太痛苦了，这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能量。于是大脑就会立刻启动各种防御机制，分泌让你感到疲倦的荷尔蒙，让你在下班后觉得全身无力，觉得外面天气太冷，觉得明天再开始做其实也没关系。你发现了吗？这根本不是你的道德瑕疵，也不是你的人格缺陷，这只是你的大脑在尽责地保护你免于能量耗损。所以请放下那份沉重的自责感，原谅自己的停滞，理解自己的生理机制，是我们重新开始找回力量的第一步。既然大脑天生抗拒巨大的改变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就只能永远停在原地吗？当然不是。答案是，我们不要再跟大脑硬碰硬了，我们要学会害进大脑的作业系统，顺应它的天性来做事。在这场潜意识的骇客任务中，有一套极度简单、温柔却威力强大的工具。这套工具来自于畅销书《原子习惯》里最核心却最常被大家忽略的秘密。作者詹姆斯·克里尔告诉我们，改变习惯的终极法则绝对不是去改变你想达成什么结果，而是去彻底改变你认为自己是谁。这叫做身份认同法。仔细回想一下，我们大部分人在设定目标时，焦点是不是都放在结果？比如，我想变瘦5公斤，我想变有钱，我想把英文学好。这是一种对未来的渴望，但是单纯的渴望是非常脆弱的。只要今天工作压力大一点，心情稍微低落一点，渴望就会瞬间被大脑的偷懒机制给打败。因为你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认为我是一个胖子，我正在痛苦地减肥，或是我是一个穷人，我正在痛苦地逼自己不花钱。当你的行为跟你的自我认知发生冲突时，大脑永远会选择让你退回到原本最熟悉的那个身份里。所以真正的调频技术是直接去改变你的身份认同。不要再对自己说我想变有钱，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现在很匮乏。你要开始对潜意识宣告，我是一个丰盛的人，我是一个懂得管理与欣赏财富的人。不要说我想变瘦，你要告诉自己，我是一个重视健康、热爱照顾自己身体的人。不要说我想每天看书，你要说
我是一个热爱阅读、喜欢持续成长的人。你看见这其中的巨大差别了吗？当你的身份认同改变了，你的行为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对齐。因为一个丰盛的人在花钱时自然会懂得感恩，不会为了焦虑而过度消费。一个重视健康的人在面对一块甜腻的蛋糕和一颗清甜的苹果时，自然会做出符合他身份的选择。一个热爱阅读的人，即使今天很累，也会在睡前随手翻开一页书。你不再需要痛苦地用意志力去逼迫自己，因为你只是在做你这个人本来就会做的事。而在这个转换身份认同的过程中，还有一个骗过大脑警报系统的神奇窍门，那就是把行动缩小到不可能失败的程度。大脑害怕耗能，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完全不耗能的指令。你想成为一个冥想者，不要一开始就设定每天打坐半小时，只要设定我每天早上起床深呼吸3次。你想成为一个运动者，不要设定跑5公里，只要设定我每天下班回家先换上运动鞋。这就是微小但强大的原子习惯。当你每天都轻易地完成了这些小动作，你的大脑就会不断收到成功的回馈，它会逐渐相信，没错，我真的是一个有纪律的人。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发生在年底的成绩单上，而是发生在你每一天的自我认知里。你不需要追求100分的完美，你只需要每天进步1%。这1%的微小改变，经过时间的复利，最终会带你抵达你连想都不敢想的远方。如果你想知道怎么用科学、温柔且不费力的方法，在生活中建立这些高频率的微小习惯，彻底摆脱3分钟热度的魔咒，詹姆斯·克利尔的《原子习惯》绝对是你今年最值得投资的一本书。这本书不是在教你怎么逼死自己，而是教你如何顺应大脑的生理机制，用最温柔的方式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这本书的电子书连结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放在下方了。当你准备好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身份时，随时可以点进去看看。现在，我想请你跟着我，把手轻轻放在心口上，做一个深呼吸。随着这口气的吐出，把过去这2个月，甚至过去这几年，因为没有达成目标而产生的所有自责、焦虑与自我否定，全部轻轻地释放出去。告诉大脑，辛苦了，我知道你只是在保护我，但现在我们安全了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记住，改变不是一场需要拼个你死我活的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重新认识自己、爱上自己的温柔马拉松。只要你愿意，每一天、每一秒都可以是你生命中全新的一天。现在，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写下这句肯定语，作为你今天向宇宙，也向你的潜意识发出的全新身份宣告。我放下自责，我允许自己每天进步1%，我本身就是丰盛与美好的存在。当你写下这句话的瞬间，你大脑里那条走向丰盛与自信的新神经回路就已经开始闪闪发光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觉得这段分享帮你卸下了心里那颗沉重的石头，请把它分享给一位你觉得最近正因为目标停滞而感到沮丧的朋友。同时，也请别忘了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加入心流时刻的大家庭。你的每一次订阅与分享，都是在为你自己的高频率加分。这里是心流时刻，陪你一起调准人生的频率。我们下周见，祝你今天以及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带着全新的自己，轻松且快乐地前进。